我救了一个保姆，给她工作，给她吃，给她住，她却跟我老公滚到一起，还想要我的命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拖着满身的疲惫回家，我发现大门没关，留着一条缝，一定是老公。跟他说了很多遍，进门把门关好，他总是随手带过。还好小区治安比较好，不然哪天被偷家了都不知道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家没有被偷，人被偷了。大门没关紧，房门关得很紧，可关得再紧，我还是听到了那些让人脸红的声音，里面在做什么不言而喻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然后就听见在我和老公的房间里传来了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：丽丽，我可爱死你了，讨厌。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完全没发觉有人进屋，隔着一道门听着一切。我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，忍住胃里涌上来的恶心感，慌乱地跑出去。我知道，一旦推开，将是一场让所有人难堪的修罗场。因为刚刚那女人的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是我请的保姆吴丽丽。我被最信任的老公背叛了，一口气跑下楼，我的脑子里乱哄哄的，跑到小区公园的椅子坐下。我艰难消化着刚刚听到的一切，和我相爱多年的老公居然会出轨，出轨对象还是保姆。没想到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狗血剧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最初的恐慌退去后，我感到一阵被背叛后的强烈愤怒。他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在一起多久了？为什么背叛我？我胡思乱想着，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。今天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他们第一次偷腥，他们把我当傻子吗？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家里乱搞，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小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身体不适吗？我抬头看去，是住在同栋楼的王阿姨。哦，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累了，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泪痕。王阿姨还是一脸担忧。刚刚看到你老公和你们家保姆回来了，要不要把他们叫下来？不用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您。突然提到他们，我下意识拒绝。现在老公和保姆正在兴头上，还是不要吓到王阿姨了。在公园收拾好心情，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又重新上楼。大门还是虚掩着，我故意在门口大声说道：门怎么是开的？又不关门。慢悠悠地推门进去，刚好看到老公和保姆手忙脚乱地出来。小杰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老公殷勤地拿过我手里的包，眼里满是试探地问道。原定的出差是晚上才回来，为了给他惊喜，我特地早早完成工作回来。没想到他们先给了我一份大礼。怎么，我回来你不高兴？怎么会呢？哈哈，你们两个怎么一起从房间里出来？我心里发堵，故意这样问道。老公和保姆果然流露出了很慌乱的表情，但是保姆的反应很快。哦，今天要给你们屋换床单，涛哥在帮我呢。借口拙劣又敷衍。我点点头，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，靠近主卧。他们脸色却突得大变，脚尖在主卧门口一拐。我推开了次卧的门，没有看到那一床狼藉。身后的两人放心地呼出一口气。我勾起嘲讽的唇角，收回余光，目光落在床上的小人身上。3岁多的孩子睡得很香，摸了摸女儿熟睡的脸，我松了一口气。还好他们的荒唐事没有吵醒女儿。保姆叫吴丽丽，是我救回来的。当时是大冬天，她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倒在路边。我把她送进医院，帮她付了医药费。痊愈后的她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要感谢我的救命之恩。她刚满20岁，乡下的父母收了彩礼，要把她嫁给隔壁村的吴赖。吴丽丽不肯，
被父母打得全身是伤，关在屋子里，就等结婚的时间一到，就交给婆家。她拼死逃了出来，来到城里，3天滴水未进，还带着伤。要不是被我发现，真的会挺不过去。看得出来，她真的很感激我，眼里都是真诚的谢意和感恩。她说想留在我身边伺候我，不要报酬。我被逗笑了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我怎么可能把她当丫鬟？她哭诉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也很同情她的遭遇，和老公商量后就把她留了下来。我和老公都是国企员工，生了女儿，产假结束我就要回去上班。吴丽丽的到来刚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现在住的房子是3室1厅，主卧是我和老公住，次卧是儿童房，客卧就分给了他。我供吴丽丽吃住，每月还给她1万的工资，让她留在家里帮我照顾女儿，顺便负责家庭卫生。这么好的待遇让吴丽丽又是流着泪千恩万谢，哪里想得到留下的是一头白眼狼，直接照顾到男主人床上去了。我咬着牙，越想越气，这个保姆是不能留了。确认好女儿没有异常，我轻轻关上门出去。吴丽丽正往洗衣机里塞着换下来的床单，老公见到我出来就进厨房给我倒了一杯水。老婆，累了吧？喝口水休息休息。他边说边打量我的神色，我回以甜甜的一笑，谢谢老公。见我和平时一样，对他还是这么和颜悦色，一脸幸福的样子，老公眼里的怀疑彻底消失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晚上想吃什么？等下我和丽丽去买。说完，老公和吴丽丽的视线在空中隐晦地交流了一下。吴丽丽娇嗔地看了老公一眼，涛哥，陈姐好不容易在家，你在家里陪她吧，我一个人能行？没事，你一个小姑娘怎么提得动那么多东西，把你累坏了，到时候小杰不得怪我，你说是吧？小杰，老公转头笑着问我，还当我是之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，把吴丽丽当亲妹妹疼的傻瓜。是啊，累坏你我们会心疼的。我低头喝水，掩下眼里的厌恶之色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，之前我怎么会没发现，每当老公想要单独和吴丽丽相处时，就会用这样打趣的方式降低我的警惕。要不是这次的临时突袭，我还会被蒙在鼓里多久？仔细回想，我才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。吴丽丽痊愈时，我和老公一起去看了她。当时老公看到她的一瞬间，眼神都亮了，只是一瞬，她恢复了往常的神色。我以为是我看错了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不得不说，吴丽丽虽然不是那种长相艳丽的女人，但很耐看，而且年纪又小，有一种让很多男人动容的青涩感，像一只亟待采撷的娇弱小白花。可能怕失去这份工作，她刚来的一段时间表现得很好，细致又勤快，以至于我对她没有丝毫警惕，完全信任了她。我和老公的部门不同，职位比他高一些，自然平时会比他忙一点，很多时候加班到深夜才回家。但是不管多晚，他和吴丽丽都会在客厅等我，我为此感动了很久。现在看来，应该是2个人滚完后，才顺便刷一波我对他们的好感度。老公也会经常进厨房帮吴丽丽打下手，美名其曰眼里有活闲不住，实则是在里边打情骂俏吧。生日时，老公送了我一条项链，不久后，我看到吴丽丽脖上也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。我疑惑地问老公，老公解释是保姆看我戴着好看，所以也买了一条。那条项链要1万多，按照吴丽丽的平时的行事风格，她根本舍不得买。我怕伤害到她的自尊心，没有追问。万一真的是很喜欢，所以才买的呢？后来
我无意间发现他身上的首饰越来越多，连衣服都是品牌货。天真的我以为他是月光族，哪里想得到是我的亲好老公买给他的。老公的工资1万多，每个月交给我6000，剩下不多，给他自己安排。男人在外面总要有点钱在身上，没有让他全部上缴，是我对他的爱和信任。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，恋爱4年，结婚4年。他老家是农村的，我是本地的。现在住的房子首付是我父母付的。我从来没有介意过他的出生，帮助他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落了根，所以他很爱我。父母意外去世，是他陪在我身边度过一切悲痛。婆婆嫌弃我生了女儿，是她大义灭亲，将原本要伺候我月子的婆婆赶回了农村老家。只要我和婆婆起冲突了，她都无条件站在我这边。有福如此，复何求？她这么爱我，我也给了她充分的空间和自由。没想到自由会过火。我又回想起好几次，我看到老公从女儿房间里出来，而吴丽丽也在里面。老公面不改色对我说在陪女儿玩，想到他们可能在女儿面前做一些下流无耻的事情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蹭地站起来。丽丽，我这里暂时不用你帮忙了，我介绍你去我朋友那边工作，囡囡可以上幼儿园了。我已经帮他交了学费，我朋友那边正好缺一个保姆，待遇比我这还好，1个月给15000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，就跟他推荐你了。原本装模作样在收拾沙发的吴丽丽呆愣了几秒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道：“你要赶我走？”她的声音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提高了好几个度，显得尖细。我和老公惊讶地看向他，似乎是察觉到了刚刚的话不妥。保姆恢复了柔弱小心的语调：“陈姐，我在这里干习惯了，舍不得离开你跟涛哥。”最后2个字他咬得很重。老公回过神，也劝道：“是啊，小杰，丽丽在我们家做得这么好，怎么突然要她离开？”他小心观察我的表情，怀疑我知道了什么。不然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我心里冷笑一下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公司的李姐，你知道吧？她现在正是事业的关键期，可是婆婆刚好出车祸，需要人照顾，这不是求助到我这边了吗？都是一家公司。老公很快反应过来，李姐是我的上司，面色缓和下来。是她呀，的确有听说。吴丽丽一脸焦急，生怕真的离开这里，不断给老公使眼色。涛哥，老公接收到信号，顿时话头一转：“我们可以帮他找其他家政。丽丽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囡囡也习惯了。”老公把女儿搬出来，以往只要提到和女儿相关的事情，我都会很快妥协，但这一次要让她失望了。小孩子忘性大，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。我已经和幼儿园说好了，下礼拜送囡囡去上小班，早一点上学可以赢在起跑线。我又转头看向吴丽丽，疑惑道：“丽丽，你不是想加工资吗？李姐家很适合你，照顾老人也没有照顾小孩那么累。”她哭丧着脸：“陈姐，工资我不加了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傻瓜，总有这么一天的。在这里有吃有住，有老公疼她，囡囡又安静懂事不费人，她当然不想离开。平时为了凸显对我的爱，家里的事老公都是让我拿主意。下礼拜3你就到李姐那报道吧。”我趁老公开口前将事情拍板，没有错过吴丽丽眼里一闪而逝的怨恨。一直到晚上休息，吴丽丽都红着眼眶，连晚饭都没怎么吃，看得老公在一旁心疼不已，又不敢表现出来。我将女儿哄睡，回房间准备休息，躺在床上，
我闭上眼睛，想到的都是白天他们干的恶心事。要不是没有多余的房间，我真想把床扔了。老公在我身边躺下，欲言又止。小杰，丽丽一个人在那边受欺负了怎么办？万一她干得不好，李姐不会找我们麻烦吧？我怎么会听不明白老公的意思？睁开眼看着他，他被我盯得发毛，磕磕巴巴问：怎么了？我看着眼前已到中年的男人，身材虽然有些发福，但是样貌还有几分英俊。老公，你还爱我吗？老公的眼神不自觉飘忽，心虚的不敢与我对视。当然了，我最爱的就是你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？他关了灯，慌乱之下也没有再纠结吴丽丽的事情。我盯着黑暗中的背影，满眼复杂。老公出轨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送走吴丽丽。就算心里明白最大的问题是老公，可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实在难以割舍。女儿还这么小，我不想让她没有父亲，就再给老公一次机会。只要送走吴丽丽，我相信老公的心会回到我身上的。老公，你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周一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马上要被我送走。吴丽丽也没有心情干活，虽然从2年前她就学会偷奸耍滑，没那么尽心了。我痛快地给她放了1天假。老公和她前后脚出门，我把女儿抱到王阿姨家。王阿姨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囡囡，我中午过来接她。王阿姨儿女远在国外，平时都是一个人独居，最喜欢我带着囡囡来她家做客。见我这么说，她很高兴。没事，你有事就去忙吧，囡囡小可爱就交给我吧。我感激地道谢，放下囡囡就要走。妈妈，再见。囡囡经常和王阿姨一起玩，一点都不怕生。小陈啊，等一下。王阿姨拿出玩具让囡囡自己玩，把我叫住。我疑惑地看着她，王阿姨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说道：你们家保姆不是个安分的，家里经常就你老公和他2个人，还是多注意点好。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本来这种事我不应该多嘴，但我把囡囡当作自己的孙女，希望你们都好好的。我错愕地看着王阿姨，她一定是看到什么了，所以才说了这样一番话。连一个外人都能看出老公和保姆的猫腻，可笑我迟钝了这么久。我没有回家，先去快递站拿了一个包裹。撞到老公和吴丽丽奸情那天，我就下单买了微型摄像头。虽然吴丽丽马上就要走了，但我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崩塌。我要确保我不在家的时候也能知道他们的动向，顺便观察女儿的情况。找了几个确保不会被发现的角落装上去。我点开配套的手机软件，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画面，除了卫生间和厨房，其他地方都一览无余。不愧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，画质很清晰，还有实时录音的功能。晚上老公和保姆回来，对此毫无察觉。上次我的灵魂发问，让老公这几天都不敢和吴丽丽有眼神交流，专心扮演着24孝好丈夫，对我好到让我有回到新婚的错觉。吴丽丽却是反常的平静，她有恃无恐的表情告诉我，她一定有后招。果然，第2天我就看到了好东西。下午5点，我给老公发信息说要加班。1个小时后，我打开监控，客厅的画面里果然出现了老公和吴丽丽。涛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？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吴丽丽委屈地窝在老公怀里，眼眶红红的。老公立刻表明态度：怎么可能？我可舍不得你，可是表姐明天就要把我送走了。她委屈地看着他，老公咬了咬牙说道：我的钱和房子还在他手里，你忍耐一下，等我拿到钱，把他赶出去就接你回来。
我不敢相信，屏幕里那个一脸狠绝的男人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老公。那些柔情蜜意，难道都是装的吗？这一刻，有什么在心里彻底崩塌？吴丽丽继续说：“等等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能快点解决他吗？你知道的，他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，其实心很细。我怀疑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。”那不正好吗？趁这个机会让他滚蛋，你才是一家之主。老公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下一秒却一脸为难。傻瓜，他如果真的知道了，警惕心会更高。我提离婚搞不好什么都拿不到。吴丽丽突然缓缓说道：“要不然你想办法杀了他吧。”一劳永逸。老公一惊，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不相信你没想过。他笑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而且我怀孕了，医生说是男孩哦。你舍得我们娘俩在外吃苦吗？”什么？你怀孕了？突然被惊喜砸中，老公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太好了，我有儿子了，我们家有后了，我和我妈也有交代了，不用被人戳脊梁骨了。丽丽，你简直是我的福星。陈杰自从生了囡囡后就不生了，害我被村里的人笑话。我妈大老远过来伺候她坐月子，她还嫌这嫌那。为了房子，我不得不把我妈送回去。老公似乎压抑许久，把对我的不满一次性说了出来。保姆抓住他的手放在肚子上，所以你要快一点解决他。老公眯着眼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的。他爸妈还给他留了一套房子，等我一起拿到手，接你和儿子享福。屏幕这边的我早就气得发抖。生了女儿后，我的身体受损严重，医生不建议要二胎。老公也说他喜欢女儿，不喜欢儿子。婆婆来照顾月子时，百般刁难，明里暗里挖苦我。大冷天打着不能浪费的名义给我吃残羹冷炙，还差点摔了女儿。要不是老公及时送走婆婆，我强撑着身体也要和那个老钱婆打一架。想到那些生理和心理上所受的苦，我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原来都是骗我的。老公做了那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，只是为了得到我的房子。他太让我陌生了。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认识过他，原来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我的工资高出他很多，贷款也是我在还，他凭什么拿走？居然还盯上了我爸妈的房子，畜生！这一刻，我对老公仅有的期待也没有了。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，女儿又还小，只要我去世了，老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承我的一切。监控里，老公和吴丽丽商量着各种能让我意外死去的方法，到最后也没商量出能完美脱身的手段。我静静看着，内心一片悲凉。回家后，我先去王阿姨那边接了女儿。王阿姨，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一下了，等事情处理好，我再好好谢谢你。王阿姨摇着手说不麻烦，她很喜欢囡囡，可能是察觉到什么，她很客气的让我不要怕麻烦她。我内心松了口气，接下去要时时刻刻防着老公和吴丽丽。我打算把囡囡托付给王阿姨一段时间。老公和保姆连我都敢密谋杀害，我真怕他会虎毒食子，虽然那种可能性很小。接下去几天，老公表现得更殷勤了，菜他做，衣服他洗，家务活全揽，简直跟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一样，还是那个满心满眼爱我的男人。然而现在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演的，内心根本毫无波澜。吴丽丽并没有去理解那边工作，如今她是2个人，老公可舍不得她干活，将她养在了另一个地方。我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帮我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老公的实际工资比我知道的多得多。他有很多私房钱，
所以才有钱租房子给吴丽丽住，每月给我的钱才是小钱。这天，老公以为我放松了警惕，终于按捺不住：小杰，这段时间累了吧？我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犒劳你。老公围着围裙，将最后一道菜端上桌来，一杯早就准备好的酒递到我面前。我不清楚酒里有什么，只能脸色大变，指着他身后：老公，有老鼠！老公扭头看去，我趁机将手里的杯子和他面前的杯子交换。没有啊！他很快转头，见到我一只手拿着酒杯，还是刚刚递给我的样子，松了口气。我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拍了拍心脯，可能是我眼花了。说完，我端着酒杯喝了一大口。老公见状满意极了，不断给我夹菜。我更加确定酒里有古怪，可能是眼看计划成功太高兴了。老公也吃得很欢，很快他那杯酒被喝完。不知道是不是药效太强的缘故，老公吃着吃着就趴在了桌子上。我放下筷子，心跳得很快。老公，他一动不动。我不清楚是被毒死了还是昏睡过去，紧张地凑近看了看。我听到了呼吸声，看来水里加的是安眠药，确认不是毒药。我放心地出门去。我不知道老公后面的计划是不是要把我怎么样，最好暂时不要待在家里，万一等下他的帮手来了，我可是一点办法没有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没有帮手，还差点死了。我刚从药店出来，就看见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快速驶进小区，直觉告诉我一定和老公有关。果然，等我回去，那辆救护车就停在楼下，一个老年妇女哭喊着跟着救护人员下来。我眉头微皱，是婆婆，她怎么来了？老公肯定瞒着我，给了她一把家里的钥匙，没想到误打误撞，竟然碰到了这一出。婆婆的目光看到我顿了一下，然后哇的一声就扑上来打我。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就是你害的我儿子，扫把星！我儿子自从娶了你就没好事，我要报警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，一定是你嫉妒丽丽才下的毒手。更多粗鄙肮脏的侮辱性词语从婆婆嘴里吐出来，周围看热闹的邻居交头接耳。外人听不懂婆婆说我嫉妒保姆的含义，我只隐约听到不是生了一个女儿，煤气中毒，陈杰好惨等话。煤气中毒，我心里一惊，电光火石间想明白了老公的计划。原来如此，老公真狠啊！本来开着煤气是打算毒死我的，没想到报应到了他自己身上。多亏我平时在外人面前经营的形象很好，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是同情我、帮我说话的。他们不相信我会对恩爱的老公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适时露出意外又悲痛的表情，躲开婆婆的手，扑向救护车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呀！我就是出去买解酒药，你怎么就这样了？老公已经昏迷过去，我哭得就像一个被吓到不知所措、深爱着丈夫的妻子。好了，家属们不要吵了，还是赶紧去医院抢救吧。跟车的医生提醒了一句，还想过来打我的婆婆顿时清醒来过，抱着她的儿哭。婆婆抬起头，恶狠狠地警告我：我不放过你的。老公最终还是被抢救过来了。我在病床外面的椅子坐着看侦探发来的消息，原来是老公告诉婆婆吴丽丽怀孕的消息，等到我死了就可以接上她一家团聚。婆婆太高兴，没有通知老公就来了。她不知道吴丽丽的住所只能先来我们家。你好，我们接到报警说你涉嫌谋杀。我抬起头，两个穿着警官制服的人站在我面前。婆婆推开病房的门，一下子坐在地上。啊，我可怜的儿子啊！
你当初不听我的，非要娶这个毒妇，现在差点把你害死了。他好狠的心啊！警官同志，你们要为我儿子做主啊！婆婆边拍大腿边哭嚎着。很显然，婆婆是知道老公和吴丽丽的计划的。周围看到的人停下来，对我指指点点。我紧紧抓着心口的衣服，逼自己挤出了几滴泪，苍白着脸对警官说道：“我愿意接受调查，请你们还我一个清白。”对比婆婆满嘴的污言秽语，我就像一株柔弱无辜的小白花，任谁都看得出来，我是一个被恶婆婆欺压已久的受气包。这种反差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同情和关爱。周围的人果然转变了态度，看着婆婆的眼光充满鄙夷。可是婆婆丝毫没有察觉到，还囔囔着要送我去坐牢。我低着头跟着警官出去，转身的瞬间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婆婆难道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家里的监控一直开着，我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将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。然而老公就不一定了，我从来不检查他的手机，所以他和吴丽丽的聊天记录肯定不会删除。而且对于杀掉我的计划过于自信，他的手机一定还留有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，就算删除，警官也能恢复。果然，警官在对我们进行调查后，发现了老公手机里的秘密，有出轨的内容和吴丽丽密谋杀害我的聊天记录，非正规途径购买安眠药的记录。几天后，老公刚醒过来，还一脸懵逼时，就被警官带走了。婆婆陪着吴丽丽做产检，刚好遇见，扑上去对着警官又打又骂，被以妨碍公务带走。由于吴丽丽也参与其中，省得警官再去找，一家人整整齐齐被请进派出所。事情整个反转，侦探告诉我时，我忍不住笑出来。心也终于落地。趁此机会，我联系上了早就找好的律师，将老公和小三告上了法庭。趁你病要你命，将自己搜集到的还有私家侦探提供的证据提交给法院。我不仅要让老公坐牢，还要他净身出户，房子和钱一样别想得到，送给吴丽丽的财物也要追回。出了这样的事，公司立马开除了老公，并发布公告，强烈谴责了他。在我有意无意不小心的透露下，公司的同事还有小区的邻居都知道了老公的真面目，他们大为震惊，想不到平时看起来宠爱妻女的老公，居然是衣冠禽兽，不仅出轨家里的保姆，让她怀上孩子，还和保姆设计杀死原配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所有人都和我站在统一战线，除了婆婆。由于没有参与进这件事，婆婆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小杰呀，妈就这么一个孙子，你高抬贵手，放过他们吧。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我们单元门口。她倒是聪明，没有直接跪在我家门口，而是在这里吸引其他居民的目光，为自己拉一波同情。可惜她演晚了，别人早就见识过她的真面目了，加上知道了真相，大部分人更同情我。要不是吴丽丽和老公动了杀人的念头，他们怎么会有今天这一步？不好意思，你儿子可从来没有想放过我，我帮不了你。我居高临下看着婆婆，不顾她的声泪俱下，冷冰冰说道。婆婆怒了，故技重施，她站起来，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攻击我，甚至是我的父母。要不是有邻居们拦着，她还想撕碎我。也正好有邻居拦着，我毫不客气地给了婆婆一巴掌。你没资格骂我爸妈，羞辱我可以，羞辱我的父母就别怪我了。一下子被我打懵，婆婆更加叫嚣着要撕我，然后被赶过来的保安撵出去了。
邻居们纷纷安慰我，我一一谢过，对婆婆的挑衅不以为然。她越是这样，就说明老公和吴丽丽的处境越是艰难。我等着他们进地狱的那天。律师交给我一份最新的证据，我疑惑地接过。按照目前的证据，我们只能将老公送进去，但估计不会判很久。吴丽丽因为怀孕，就像有了一道免死金牌，可以取保候审，而且动手的人不是她，会判得更轻。今天律师找我，肯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证据，可以将他们锤死。最上面的资料是老公挪用公司公款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证据。我嘴角露出微笑，太好了，有这份证据，老公会多几项罪名。可是越往下看，我的脸色越差。后面的资料是老公和保姆的聊天记录。吴丽丽，你顺便把囡囡解决到，我不可能做后妈的。老公，不行，这样太明显了，别人肯定要怀疑我的。吴丽丽，那你就别想要儿子了。老公，我做，你别生气，给我一点时间。囡囡被他送去王阿姨家，我不好下手。吴丽丽，快点，你把囡囡带走，从楼上推下去，就说是她自己失足掉下去的。老公，知道了。时间显示几天后。老公，行不通，王阿姨不肯放人，陈杰一定是交代过。吴丽丽，我不管，你快点解决孩子。老公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先把大的弄死。吴丽丽，快点，这个星期你还办不好，我就打掉你的儿子。啪！我将资料摔在桌子上，怒不可遏。他们居然还想对囡囡下手，要不是我特意交代过，王阿姨就要被这两个畜生得手了。这是警局那边提供的资料，您先生大概是不会被放出来了。律师看着我又是后怕又是愤怒样子，开口说道。我逐渐冷静下来，在脑子把事情梳理了一遍，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人。我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。在调查老公和吴丽丽时，侦探发现了一个秘密：吴丽丽不是被父母打的全身是伤卖给别人的，她是被她的老公打的。她不顾家里反对，跟一个小混混结婚，婚后才发现这个男人会家暴，在一次被打后她逃走了。小混混的条件根本娶不到老婆，一直在找吴丽丽。我透露了吴丽丽的消息，她当天就杀到了城里。没多久，侦探就告诉我吴丽丽流产了，老公家的皇位没人继承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抱着熟睡的囡囡，由衷地笑了出来。审判结果下来，没有意外，老公这辈子别想出来了。吴丽丽没有孩子做挡箭牌，也要进去踩10几年的缝纫机。我得到了所有婚内财产，顺利离婚，囡囡的抚养权也是我的，一切尘埃落定。老公却提出来要见我。原本有些发福的男人瘦得皮包骨，形容憔悴，跟之前在监控里意气奋发扬言要杀我的人判若两人。老公，不，前夫紧紧盯着我，半晌他才开口：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我淡淡一笑，完全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这不是都跟你们学的吗？前夫脸上闪过一丝愤怒，转而眼眶通红地扒在玻璃前。小杰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对不起，我没想伤害你的，我爱你。如今再听到这些深情告白，我只想吐。我很明白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，不就是想让我心软，捞他出来吗？做梦！我不是以前那个天真的傻女人了，绝对不会让威胁到我和女儿生命安全的人出来。他就安心在里面养老吧。我冷冷吐出2个字：做梦。无视前夫的苦苦哀求，我转身不好留恋地离开。囡囡还在家里等我呢，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